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一次的更新拖了比较久。上次我们收到了 Verify 的大高它的试模件，就是所谓的样品件。那样品件呢，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板件是还在修改当中的，所以有的板件它是没有附上的。那我只把目前能够组装的这个状态稍微把它做了一个组装的这个状况，那跟青岛社跟奥西玛的高雄还要稍微做一个比较一下。那以 Verifier 来讲的话，主体设计的相当的不错，密合度相当的好，尤其是在主炮上，它的细致度真的就漂亮很多，包含旁边的通风口这一些隔热板上面的小凸点，这些细节全部都有开出来，组装起来几乎是没有缝隙。所以主炮衣也很漂亮，所以就算你是买标准版的 Verifier 的搭告，其实它组合起来的话，效果也是会相当的良好。OK， 然后它的设计以船身来讲的话，防鱼雷鼓包它是直接设计在船身上的，所以你不用另外再去粘黏这个防鱼雷鼓包。然后船身侧面的设计，包含鱼雷发射口这个地方，它一样都是设计成一整面的。所以以奥西玛的它的搭告来讲，它的高雄级这一艘巡洋舰的这4艘舰，它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在组装这个区块的时候，会造成这一个弧度，这一个曲线的弧度是不正确的。前面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缝隙，你需要去补它，补完了以后重新修整整个面，你才可以让这一面墙看得比较自然。所以像这一艘高雄级，这个是已经修整过的，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其实这个地方就有点不是很自然。我已经尽可能的把它修得比较自然一点。好，那如果奥西玛是照我的方式做的话，那势必会造成上面的这个墙垂直的角度会有点往外偏一点点，会造成什么状况？会造成上面的甲板这里会有一条缝隙，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去填缝的，做一个补土的作业。这就是奥西玛它会发生的一些小问题。OK， 那 Verify 呢？完全没缝。由于它已经把这一面鱼雷发射墙直接开在船身上面，所以拼凑上来到上面的时候，这个地方它是完全没缝隙的。所以以组装来讲的话，是相当的好组装。没有说明书的状态下，其实这个我只花了半天的时间就组装成了这些东西。在没有说明书的状态下，就可以做成这样。只是可惜就是因为它是样品，所以有的零件它并没有附齐全。它只是让我试着去组装看看它的组合度、密合度的状况是如何。那我们也看到大概甲板的这边，甲板跟船身结合的面都很漂亮，都没有那种很奇怪的那种缝隙出现，就不会像福基米的船，你要组装它的上甲板的时候，你必须要捏着你的船身一直捏，然后甚至用 C 型夹或 F 夹去夹它，才有可能会让船身跟甲板是密合的。那 Verifier 呢，它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来看一下，像这种弹射架的这些座，它不是正圆形的，它到下面是有点椭圆形的。那设计起来的话，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飞行甲板的安装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好，后面的这一座主炮，这些我都没有粘，所以我并没有做一些填缝的作业。后面的主炮它的方式是这个样子去做组装的，所以缝隙它会留在下面，这个结合缝，这个你只要用模型胶一粘上去，然后让模型胶有点溢胶的状态，
这条缝就不见了。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凹西马的，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在主炮下面有了一圈是补过的，那个缝隙至少有1mm 这么大啊。然后在它的后侧，除了这一条缝隙以外，这里还有一条非常大的缝，所以这个模具是有年纪的模具了啦，就不要太去苛求 Aoshima 的高雄可以表现得多好，我是这个样子觉得然后 Verify 的高雄号组装起来，目前为止可以凑起来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什么很大的缝隙。你看刚刚我们所说的主炮后面那一条缝几乎是没有缝隙对不对？这里是完全几乎是没有缝隙的。好，然后看前甲板的下缘也是没有缝隙。好，这里还会有一块相当大的蚀刻片，整块贴下去，它就可以做日本海军的油布甲板的压条。好，然后你再看它的前舰桥，前舰桥的设计，它很巧妙的把连接缝藏在这里面，所以你在组装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修得漂亮一点，几乎侧面是看不到任何的缝，所以做起来就会很漂亮。这个就是目前为止Verifier 的它的高雄级的试模件做起来的效果。那 Verifier 的张老板他有宣布说，高雄级在下周就会正式出货。所以我推荐的就是大家可以买的就可以去买它，因为毕竟高雄级这艘船，它虽然是一艘巡洋舰，可是它做起来的气势实在是也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一艘到时候我还是会尽可能的把它完工，然后跟 Verifier 的豪华版然后放在一起，我们再做一个比对，看两艘船舰做起来的效果怎么样。所以在目前还是预售的状态，如果有优惠的话，那各位尽可能的赶快去订购。好，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下一次见，拜拜。